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2个月之前我购买的这个 Fire TV Stick 4K Max 的第2代，也就是2023款。那实际上这个2023款也是分为2个版本，一个呢是8GB 的版本，一个是16GB 的版本。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16GB 的版本。当然了，大家不能只看这个容量，除了容量方面，包括 CPU 啊、GPU 啊以及 WiFi 都是不一样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出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刀法相当的精准，1分钱1分货。为了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，我在这里面绘制了一个表格，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表格的一些细节看看具体升级了哪些地方。那顺便说一句，这个 Fire TV 呢，实际上它并不是安卓原生 TV， 而是亚马逊深度定制的一个系统。那么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，就是你会发现这个 Fire TV 的整体的这个 UI 交互这个界面非常的清晰锐利，有点像是 Apple TV 或者是这个 Xbox 一样清晰。其实这个并不是幻觉，如果你使用这个 IDA64或者是使用这个 HODI， 就可以看出它的 UI 显示分辨率确实是3840×2160。当然，我们这里说的是 UI 分辨率啊，并不是显示分辨率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 UI 是采用 4K 来渲染的，而我们平时使用的安卓原生 TV 或者谷歌 TV 一般都是1080P 渲染的，所以整体的这个画质来讲，这个 Fire TV 是要优于其他的这个电视盒子或者电视棒的。当然，我们这里只是说从 UI 这个角度来说，真正播放视频的时候是没有影响的，大家都是 4K 的。这次的这个 CPU 以及 GPU 呢，都有了小幅的升级，包括它的运行频率。那么 GPU 呢，从之前的这个750兆赫兹升级到了现在的850兆赫兹。再有就是我简单跑了一个分，单核心和多核心的这个跑分分别提升了10%和11%。另外就是 WiFi 方面升级到了 WiFi 6E。当然了，我前面说这些跟咱们用户来讲，可能感知并不明显。咱们用户感知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容量翻倍了，终于升级到了16GB， 而且它在一众的这些大厂的电视棒里，居然还算是遥遥领先的。Nice， 领先谷歌 TV， 你说上哪说理去？好像这个电视棒这个领域，尤其是正规的这些电视棒这个领域，大家比的就是不卷。哎，你不卷，我不卷，大家都不卷。还好呢，这次这个 Fire TV 呢带了个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箱看一看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开箱的就是 Fire TV Stick 4K Max 的2023款，在外观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之前是一个方角的，现在变成圆角了。通过这个外包装，大家可以对比出来。其实，在外观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背面，贴着它的一些重要的参数，包括支持这个语音助理呀，4K 60赫兹 ，HDMI 也是2.1的，然后再有就是 HDR、HLG、杜比世界、杜比全景声，然后再有就是它的处理器，因为之前是 MT8696，这次呢是 MT8696T， 应该是跑分上有所提高。再有就是从之前的 WiFi 6升级到了 WiFi 6E。具体在网速上有没有提升，还是得具体测一下。再有就是这个存储空间，终于由8GB 升级到了16GB。说实话，这个16GB 的闪存空间是很多人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啊，可以说挤牙膏挤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好，那我们开箱。同样还是这个非常环保的一个包装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它遥控器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遥控器的外观整体上没有太多的变化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包括这个地方有这个设置按钮，还有这个键可能是这个最近任务，然后这边是静音按键。整体上其实跟上一代没有太多区别。好，这是它的背面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就是机器的本体。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这次这个外观跟之前是不一样的。它之前是方角的，现在已经变成圆角了。简单对比一下，左边呢是2021款，右边呢是2023款。很显然右边是更加圆润一些。那么这个 HDMI 的版本呢是2.1的。其实电视盒子2.1的这个接口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？现在我还没有找到。因为毕竟它是没有支持 8K 的，所以到底这个2.1的作用是什么？回头我们慢慢的探讨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数据线可以看到还是 Micro USB 的。这个是它的延长线
这个延长线呢，对于接电视机非常有用。那么这次的这个 Micro USB 能不能接拓展物啊？回头我们再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接的。接口的问题，其实接口呢并不需要吐槽。那即便这个地方是 Type C 的，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它到底是 2.0 的还是 3.0 的。一个简易的说明书。好，这是祖传的电源适配器，5伏1安的，附赠了2块这个7号的电池，总共就是这么多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这个 Fire TV 的一个 UI 界面。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清晰？然后每一个图标啊，包括它的 UI 的绘制啊，都是重绘的。那实际上它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它是3840乘以2160，就是 4K 的这个 UI 的解析度。而且我觉得 Fire TV 呢，能够打出一定的辨识度，就是你打开这个系统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就是 Fire TV。而其他的安卓 TV 或者谷歌 TV 它有自己的一套 UI。那打开首页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右侧有一个设置按钮。首先我们看一下首次使用的一个剩余空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截图呢，大概是剩余12GB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折腾的空间。然后在这边有一个 Display and Songs。那目前呢，我是采用 4K 的电视机，所以这边呢，我勾选的是2160P。当然了，默认可以选择自动，也是可以的。那对于早期的国产 4K 电视，可能由于色深不够的缘故吧，那这里可能并没有出现 4K 的选项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建议各位先把这个色深调整到8比特啊，应该就可以有这个 4K 的选项了。那这里显示分辨率呢，会直接影响到你能否看这个奈飞 4K 的片源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有一个自适应帧率，那它就会根据你的视频的这个帧率来自动匹配刷新率。再来呢，就是关于 HDR 的一个开关。第一个选项呢，就是总是 HDR， 就是总是开启 HDR。然后第二个选项呢是自适应，第三个选项呢是这个禁用 HDR。那禁用 HDR 这个选项呢，对于一些亮度不是很高的、不达标的一些 HDR 电视机是非常有用的。然后这里面的 HDR 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杜比世界，那但是这个跟这个谷歌 TV 的逻辑不太一样，它并没有说把那个杜比世界跟 HDR 区分开。它只是一起了。如果你的电视机最高支持杜比世界，那么这个开关实际上指的就是杜比世界，也就是说这两个标准它放在一起了，并没有分开来做。再来就是声音啊，其实这里面没有直通的选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要不然就是 PCM， 要不然就是杜比识字 Plus， 要不然就是杜比数字。但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 Best Available 这个选项，如果你连接的是音箱的话，它就是可以做到直通的。那后面我们会展示一下这个到底直通到什么程度，因为这个机型呢是支持杜比全景声的，有很多网友可能会比较关心它到底支持到什么程度，是流媒体的杜比全景声呢，还是杜比无损 True HD 呢？当然了，这里面剩下的一些选项呢，可能跟你的这个功放啊，还有一些回音壁有一些关系，这个我一般都是没有做什么调整的。在理想情况下 Fire TV 的 WiFi 最高可以跑到500兆左右。那你可能觉得很快了，跑流媒体 4K 绝对不在话下。但如果说你非要播放本地的高码率视频，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还是接个拓展物，用有线。因为本地的这个视频呢，不是说看你网速有多高，而是看你的这个网速是否稳定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给 Fire TV 接一个拓展物，连接好网线。注意啊，我们要在设置里面把 WiFi 关闭，那这样才能确保它走的确实是有线。通过 Fire TV 内部的一个测试工具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最高可以跑到340兆左右。虽然说没有 WiFi 快，但是这个速度是极其稳定的。所以在后面的本地视频的播放里面，我们就用有线来展示。我们还是过一遍在线的海外流媒体吧，比如说油管。那油管方面呢，它是支持 HDR 的自适应的，并且呢，切换速度也是非常快的，快速点亮和关闭 HDR。那并且呢，它可以很好的去解码 AV1 的视频。随着网速的提升呢，它也能够自动切换到 4K 60fps 的视频，并且长期播放呢，也没有出现死机、卡顿等现象。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。那 Apple TV Plus 呢，作为海外流媒体的新瓜蛋子，背靠苹果这个巨头，这几年发展也是非常迅猛。过去呢，只是苹果设备可用，那现在呢，所有的安卓 TV 也都支持了。虽然我这边苹果会员到期了，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啊 ，Fire TV 是能够点亮苹果 Plus 的双杜比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Netflix。在 Netflix 方面呢 ，Fire TV 呢同样也是支持双杜比的，并且现在推送的绝大多数片源呢，也都是 AV1 编码的。通过上方的这个类似于彩虹标志的测试工具，
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系统使用的带宽。同样呢，通过右侧的这个 MUL 信息，也能一清二楚的看到当前影片的实时码率。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 ，Netflix 的画质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那在线的流媒体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我们再测试一下迪士尼+，可以看到 Fire TV 最高支持 4K IMAX Enhanced 的杜比世界的影片。虽然说这里面没有全景声的标志，但是其实它是支持 EAC3 的。另外，说到这个全景声，我后面想做一个超纲的测试，重点测试一下杜比无损全景声的表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一个超纲的测试。因为流媒体的电视棒呢，其实只要满足这个在线视频就算合格了。但是这次呢，我还是想看看它在音视频方面的一个极限能力。为了全面规避 WiFi 信号的问题呢，我这边呢直接接了凸染物，连接到路由器，然后 HDMI 接口呢直接连接电视机的 EARC 接口，另外一侧呢连接功放。首先呢，我们来一个高码率的 HEVC 的影片。大家可以看到系统占用的带宽是非常稳定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使用有线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对于本地的这个视频来讲，其实稳定的网速才是王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一个硬核的，直接测试杜比无损的全景声，也就是杜比True HD。这里我直接播放一个 ISO 格式的蓝光圆盘。好，大概是经过几秒钟之后，弹出这个菜单，点击播放，很顺利，没有卡顿。此时呢，我们看一下功放解码器上显示的是杜比True HD，没错，它直接就直通了，而且播放过程非常的稳定。那这一点呢，我还是非常的惊喜的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电视棒，它居然支持杜比True HD 的直通，突然间觉得赚回了票价，真是发烧友的福音呐。那我们最后再来一个 DTS 的测试，找一个电影片段或者是这个演唱会的片段，播放起来呢是非常顺利的。此时呢，我们看一下功放解码器显示的是 DTS。并不是 DTS HD， 虽然说有点遗憾吧，但是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的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DTS 和 DTS HD 呢，这两者肯定是有区别的。怎么说呢？就好像一个是 DVD 时代，一个是蓝光时代，没关系了，反正给别的产品一点空间嘛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吧。总体来说，这次这个 Fire TV 2023款我还是非常满意的，无论是从这个画质还是从这个音轨上。无论是这个本地视频呐，包括这个在线流媒体，我本人都是非常满意的。但是它毕竟是大厂出品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说几个它的一些小小的缺点。比如说这个遥控器吧，那这个遥控器看似是比较全能的，但是我还是分析出来一些小小的遗憾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遥控器它是没有这个红外学习功能的，并且这个遥控器也没有独立音量功能。为什么把这两个说在一起呢？是因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对一些非常不知名的电视机比如我家有一个 PPTV 的电视机，那么在它的这个匹配列表里面并没有这款电视机。同时呢，因为它没有红外的学习功能，所以说这款遥控器是没法直接控制我家的这个PPTV 的这个电视机的。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红外学习功能，但是你有这个独立音量，其实也是可以用它去直接控制系统音量的。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独立音量功能，那谷歌 TV 其实就是具备这样功能的。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红外学习功能，苹果的 Apple TV 人家这个遥控器就是支持红外学习功能的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。那么第二个小小的缺点呢，可能是我的缺点，就是它这个定价呢是59.9美元，4舍5入吧，就算是60美元。那么其实折合人民币呢也是400多块钱，但是这毕竟是这个美国的产品，那你要想转运到中国，肯定最后杂七杂八的算在一起，我估计已经超过500了。所以这个价格呢，大家还是自己权衡一下利弊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呢，我能说的也就差不多了。那么下一期视频呢，我们可能会讲一讲关于这个 Fire TV 的一些新手项入门指南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？如果说大家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的话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疯狂的留言，评论区讨论的越激烈，我是越开心的。OK，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